那想用美國的 PayPal 收美元做跨境電商，或者接收海外平台的付款，但自己呢又不是美國居民，美國 PayPal 到底能不能注冊？Hello， 大家好，歡迎来到鬱金香的跨境電商指南。那麼剛才所說的這一系列的問題其實網上當然也有很多的這樣的一些教程但是呢，不少方法早就已經過時了，還有一些教程呢会讓你使用不真實的資料。即使這樣呢，暫時注冊成功，後面也很容易觸發 PayPal 的風控，輕则呢要求補充驗證，重則呢直接限制收款。那麼賬戶裡的錢呢，也可能無法正常提取今天這期视頻呢，我會通過一些操作帶你來從零開始注冊一個美國 PayPal 商業賬戶，也就是一個公司賬戶。注冊之前呢，我會先給大家講清楚到底需要準備哪些資料它裡面包含美国公司EIN 稅號、美國銀行賬戶、美國地址以及美國的手機號。再按照注冊頁面呢，一步一步带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整個流程。如果最近你也想申請一個 PayPal 賬戶那你也想申請一個 PayPal 賬戶，那這些視頻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後。這裡整個過程呢都會實操帶大家來看一下每一個地方呢怎麼樣去填寫，哪些地方容易出錯，盡量怎麼樣去避免觸發風控。首先第一步呢，我們就從需要準備的資料開始。那首先的話，你需要有一個美國的公司，我們需要去注冊一個美國的公司。聽到美國公司，大家是不是也直接打退堂鼓大家這裡一定不要着急。那麼這裡的好消息就是呢，現在呢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合法的去注冊美国公司，就算你呢不是美国的居民也可以。那麼注冊一家美國公司那朋友可能會想，那為什麼要注冊一家美國公司不能直接用自己的個人信息注冊嗎？答案是不行的。如果說你想注冊個人版的美國的 PayPal 賬戶PayPal 通常會要求你提供 SN， 也就是美國社會安全號碼。那麼你不是美國的公民，也不是美國的居民，所以你根本就沒有這個號碼，而且呢基本上也是沒有辦法申請到的。所以這個時候呢，我們就需要走另外一條路，注冊美國的商業賬戶也就是美國的 PayPal 商業賬戶美國的 PayPal 商業賬戶允許外國人持有和經營。這兒我們就從注冊美國公司開始。那這裡也順便給大家講一下你注冊一個美國公司不代表你就一定要在美國納稅具體的稅務情況還要看你的業務模式和收入來源和你所在國家的稅務的規定。首先呢，我們要注冊美國公司呢，這兒我會推薦大家使用這個 Lawflast， 也就是一個西北注冊代理。那麼我們要注冊美國公司，首先要考慮第一點就是我們要在哪裡去注冊，選擇美國的哪一個州。那作為一個外國人，理論上來講呢，你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州但比較推薦的就是這個懷俄明州的一個年度費用呢非常的低年費大概呢就只需要60美元這些問題當然你也可以通過這些問題你可以通過 GPT 你可以問一下這兒呢你可以直接去問 GPT 它會直接給你搜索出來。這裡如果還沒有 GPT 的朋友，視頻下方有 GPT 的一個獨立賬號，大家可以直接去購買一個現成的來用。那麼可以看到在美國懷俄明州注冊的話，每年的費用呢大概是60美金，並且呢它的一個隱私保護的非常好你的個人信息不會直接出現在公開記錄裡面。最重要的是對於非美國居民來說呢，懷俄明州沒有州所得稅，所以這裡我們在注冊公司的時候呢，我們會選擇懷俄明州對於國際用戶來說呢，也算是一個比較省心的一個選擇。要注冊公司那注冊代理人是非常重要的。平台Lawflast 也叫西北注冊代理，那麼它就是一個注冊代理人。那什麼是注冊代理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的公司在這個州的官方聯繫人，它的作用就是幫你的公司接收法律文件和政府的信件。每一家美國公司呢都必須在州政府填寫一個當地的一個實體地址，所以注冊代理人呢是必須要有的。對於非美國居民來說呢，這一步是尤其重要因為你通常在美國沒有自己的實體地址，也沒有人在當地幫你去收這個信件，所以實際操作當中呢，注冊代理人呢，他會幫你的公司呢接收這些官方的文件保護你的個人地址不被公開，同時確保你的公司符合州政府的一個合規要求。那市面上其實注冊代理呢，它是非常的多
有很多平台哈都是屬於註冊代理，但這兒我推薦大家使用這個 Lawflag。在美國這邊呢，它是一家非常知名的一個註冊代理啊，並且呢，它的價格我們可以看到哈，它的服務費只需要$39啊，價格便宜，並且非常的專業哈。它成立於1998年啊，也是一個老牌的一個公司了。這裡它的相關的註冊鏈接哈，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啊，大家可以暫停一下視頻哈，打開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當你打開鏈接之後呢，你就會直接來到這樣的一個頁面，這裡我們就直接點擊進去註冊。第一步是選擇我們公司的類型哈，這裡我們就直接選擇 LLC。那這兒除了 LLC 了啊 ，LLC 就是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哈，第二个是一個股份公司哈，第三個是非盈利哈，這兒我們直接選擇第一個就可以了。第二個就是這裡選擇我們的州哈，我們州在這裡直接選擇一個拉到底這裡，那我們這兒直接選擇懷俄明州。接下來你可以看到這裡它會顯示一個州政府的費用哈，也就是一個申請費用，這兒是$103。那麼每個州不一樣哈，你選擇其他州它的費用都不一樣。如果說你自己去懷俄明州呢去申請了，這個費用呢它也是必須要交的哈，因為這個是要交給州政府的費用。這個費用呢只交這一次哈，第2年就不需要再交。目前哈西北公司呢也有活動哈，如果說你註冊的話，它還會送你免費的域名、網站啦還有電話這些啊。下面呢它還包含1年的一個年度報告。他會幫你提交。他們當你的註冊代理人呢，第1年呢，可以看到這兒只需要$39的一個服務費哈，第2年呢就是125一年。當然，第2年你也可以選擇哈，其他的註冊代理也是可以的啊。所以這兒我們可以看到有$39的服務費加103的州政府費用。好，接下來我們點這裡繼續。接下來這裡填入你公司的名稱，公司的名稱這裡一定不能和別人的名字重複哈。當然，西北公司它在提交註冊的時候，它也會幫你檢測啊，這個名字重複它會拒絕哈，到時候你需要再重新改一下名字。下面這個就是一個 EIN， 這兒需要你可以把它勾上，這一點大家注意哈，這個非常重要，它呢也叫一個雇主識別號，也可以理解為我們的一個稅收的一個 ID 哈，這個號碼也是這個，也就是美國國稅局用來識別你公司的稅號，後面也是用來和你溝通的，開通美國商業銀行以及處理公司相關很多事情啊，所以這個是必須需要的哈。如果你是美國人，那你有 SSN 的話，那麼你就選擇第一個。那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美國人哈，都是一個外國人，你沒有的話，我們就要選擇第2個啊，它的收費呢是$200。啊，這個選項會貴一點哈，因為他們會幫你處理 EIN 的一個申請啊，會幫你省掉很多麻煩哈。你自己去申請的話，你會花錢還得跑路，還很麻煩哈。這個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讓他們幫我們搞定。好，接下來呢，點擊一個繼續，接下來就是填寫一些地址哈，填寫你的地址，這個是我們選擇我們提供給我們的填你的真實地址就可以了。這裡的你的姓、你的名、你的電話號碼、你的郵箱哈，這裡再設置一下密碼。密碼它有要求哈，看一下哈。那這個呢設置好之後，你要記住把它記下來哈。後期你登錄西北註冊代理的時候，你就要用了郵箱和密碼。好，接下來再到下一步，接下來這裡就是輸入你的銀行卡號哈，把你的姓名還有這裡你的銀行卡這些信息填好，如實填寫啊。你來自哪個國家就選哪個國家。它會有一個賬單哈，給你寄過來。好，那麼最後的費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大概就是在$300多。註冊完以後呢，你需要耐心的等待幾天，後期呢你就可以來到 Lawflag 的一個首頁哈，在這裡去用你的郵箱密碼去進行登錄啊，你可以直接登錄到後台哈。那有重要的文件呢，它也會直接回復你。這裡我們把所有的註冊流程處理完之後呢，你會在登錄後台哈，你會收到幾個重要的文件。第一個就是組織章程啊，它是證明你的公司已經合法成立了，官方的文件啊。第2個就是註冊代理的地址哈，這個就是西北註冊代理的一個地址，它會給你提供一個公司的地址。那後面你勾選了 EIN 呢，它會給你一個商業的稅號，後面就是所有跟公司相關的操作都會用到它。還有一個呢，就是你公司品牌的信息哈，也就是對外使用的公司名稱，這個正是你的正式商業的一個身份哈。這些文件後期你登錄進來之後自己一定要去保存好都在這個後台你也可以進行下載。後面你開銀行申請賬戶平台這些都要用得到。
等你拿到所有的資料以後就可以去開一個美國的一個銀行賬戶了。現在其實很多銀行和金融平台外國人遠程開美國的一個商業銀行都可以。那這兒我比較推薦水星銀行用下來是感覺還不錯它比較適合線上的業務和一些初創的公司對於非美國的居民呢也非常的友好你這裡进来之後，你直接去開設你的賬戶就可以了。當你拿到 EIN 以後呢，再來申請下一步。接下來一步，我們需要有一個 ITIN 呢，也是納稅人的一個識別號碼，因為我們沒有 SSN 也就是一個美國社會安全號碼，所以作為美國的居民申請一個 ITIN 很重要。簡單理解呢，這個 ITIN 呢，就是你在美國稅務系統裡面的一個個人的稅號。等一下後面你去申請美國商業賬戶的時候PayPal 它會要求你填寫一個 SSN 或者 ITIN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那這裡有一個申請 ITIN 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通過這個認證代理服務，比如說這個平台它專門是申請 ITIN 的，我們只需要付費就可以这裡相關鏈接我也會把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它會幫你處理一些申請文件，這樣你就不用親自去美國，也不用自己直接和 S 打交道。鏈接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進來之後你就可以看到，這裡就是一個申請 ITIN 申請的一個頁面。那在右邊這裡呢，輸入你的全名它的費用可以看到大概是348美金这兒直接點擊下面這裡先去提交下單。好，接下來就繼續填寫這裡的資料。可以看到在右邊這裡呢有一個附加的一個服務。第一個這裡可以看到，就看你着不着急着急的話你可以加急这裡就勾選一下就再加個198美金。那麼不着急的情況下呢，那你這裡可以把它取消。接下來在這裡呢可以看到，这兒呢可以填寫一個優惠碼这裡優惠碼呢我也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你可以打開我的視頻，點擊更多這裡可以看到這個 ITIN 申請的，這裡有個優惠碼，這我複製一下。那我們把優惠碼填入這裡面，點擊使用。接下來可以看到呢，通過我的優惠碼，這裡可以優惠50美金就從這個348呢減到了298美金。接下來呢你就去填寫根據去直接去付款就可以了这裡面他如果要求你填寫一下賬單地址，那麼你直接填寫就可以了，他不會真的給你寄過來這裡直接去提交去付款。那這有一點呢需要注意，就是申請這個 TIN 呢，目前通常需要3到4個月，這個主要是按處理速度決定的基本上這個沒有辦法真正的加速所以這個大家也沒有必要去花那個錢如果說你真的着急的話，也可以把這個198加上它可能大概也是在個6到8個星期的樣子等你收到 ITIN 呢，那麼 ITIN 呢大概呢就是有幾個數字通常數字都是9開頭的。好，再接下來一步呢，我們需要一個美國的住宅地址這裡呢我需要說清楚第一點有點需要說清楚，有很多這種虛擬的郵箱地址，這種是不行的因為 PayPal 呢它有自己的一個驗證系統它能識別出來你這些是真的假的，是虛擬的你必須要找一個這種能通過銀行驗證系統的一個真實的地址如果說你美國有朋友或者家人願意讓他使用他的地址，你可以；如果你沒有的話，就直接可以選用我屏幕上的這個方式有一些專業的網站提供這樣的解決方案，比如說就像這個網站相關鏈接我也會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你可以看到它這上面就是專門提供地址的。但是這兒我們一定要選擇它是一個住宅地址，因為它這裡面很多都是屬於商業地址。那麼這些地址你付款之後，你怎麼知道它是商業地址還是住宅地址？那麼我們就要通過一個3方軟件來驗證一下這個平台它叫 Smarty 我們可以把相關的地址輸入到這裡來，然後去進行驗證看一下它是住宅地址還是商業地址。比如說我們在這裡來複製一個看一下粘貼到這個裡面，點擊這裡去驗證。那麼這裡有個分析結果看一下，那這個它是一個商業地址。那这儿呢我们再換一個來看一下再來重新粘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就可以這個就是一個住宅地址。那這個住宅地址可以看到它是 9.98 一個月。那這個地址呢以後我們也會用到到現在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了你已經有了比如說你的公司也下來了，準備好了 ITIN 和住宅地址這些都有了。
那你就可以來申請 PayPal 的美國的商業賬戶了啊。這個時候有一點是非常關鍵哈，你需要把你的 VPN 設置為全局模式 ，IP 設為美國，或者說你使用指紋瀏覽器這樣的工具哈，把你的 IP 換成美國的啊。這兒呢我也有相關鏈接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好，這裡就是我們來到 PayPal 的這個官網哈，這兒一定要在後面加一個 US， 代表它是美國的一個官網地址，相關地址哈我也會放在视頻下方的描述欄。好，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注册啊，它这里有个人的哈，有商业账户，我们选择第二个啊，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就填写你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哈，你的姓名、国家呀。那么国家这里一定要選擇美國啊，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了你美國的一個電話號碼啊，前面一定要把它改成美國，改成美國的區號哈。這裡因為我們創建的就是美國的賬戶哈，所以我們這裡一定要保持資料一致啊。這裡號碼我們就使用美國的手機號碼。如果說你沒有美國的手機號碼哈，你可以在一些在線平台哈，它提供美國的手機號碼，你可以按月租一個手機號啊。這兒視頻下方的描述欄我也有相關的鏈接，大家可以去看。你可以來到這個網站啊，這個網站已經運行了10來年了，還是比較穩定的哈。啊，這裡你可以去註冊一個電話號碼，可以點擊右上角這裡去註冊一個賬號，它的美國的一個號碼大概是幾美金哈，$9一個月啊，你可以按年付，也可以按月付，可以直接用你的一個 Google 賬號進行登錄哈，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9，建議大家選擇年付哈，你如果長期的用的話，選擇年付的它能優惠50%。這裡我們來登錄一下。它裡面付款方式有很多哈，你可以選擇支付寶，也可以選擇加密貨幣啊，它會有一些號碼讓你去選哈。當你的美國號碼有了之後，接下來就回到這個頁面，把號碼填進來，郵箱、密碼這些全部填好。填好之後呢，直接點擊同意並創建賬戶啊。那在後面呢，它還會讓你提供地址哈，提供一個商業地址。那麼這兒我們就使用剛才西北註冊代理給我們的一個代理地址提供的地址就可以了。那他還會來要求驗證你的身份哈，到時候你可以用護照驗證。那還有一點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如果說你的賬號已經註冊成功了哈，剛開始拿上來不要操作的太頻繁哈，額度不要太大，我們先從小金額開始啊，然後慢慢的一點一點的去提高你的交易量。不管你是要把它嫁接到你的一個電商網站，還是一個在線付款都要緩慢的進行哈不建議大家一開始呢就轉$1000這種哈，那也需要給你的賬號一個養號的一個過程，不然你的賬號被限額還有平台的一個信任度呢，它會慢慢的對你有所懷疑哈，我們需要先養起來哈，再慢慢的去提高。那同時呢 PayPal 呢還會讓你要求你補充更多的一些資料，尤其是一些新的商業的賬戶它會要求你再次確認你的商業信息你的一些額外的一些文件大家隨時要注意你的郵箱有問題呢，你也可以及時的去聯繫 PayPal 的官方客服。如果你用於商業用途他們可能會要求你提供企業的網站，也有可能呢要求你提供銀行的對賬單。如果說他們要求這些資料，你按要求提交就可以了。那麼還有一種資料是被強行要求，那就是地址證明。因為 PayPal 呢想確認你和美國確實有真實的關係，確認你是否屬於美國的用戶。那很多人呢都會卡在這裡會在這裡遇到問題。所以你可以準備一個簡單的租賃協議的模板，這個模板的鏈接我也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這是個非常常見的做法你要準備一份基礎的月租協議顯示你在美國租了一個房間，下面底部要簽名的時候，你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去簽，讓文件看起來更真實租金設置的話把它設置成當地呢比較適合的金額，比如說你填個$2000這個價格主要是看你在美國的哪個州這個平台它不會特別的注意看你的這個租賃的協議他們只會因為合規要求需要把某個文件呢放在他們的系統裡面來證明一下你有美國的地址。另外呢，他們還會要求會驗證你的一個手機號，所以建議大家不要使用一次性的手機號後面因為會隨時用到，所以最好租一個美國的手機號碼用來在線收驗證碼。那麼視頻講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了，大概了解了作為一個非美國的居民，怎麼樣去註冊一個可以正常使用美國的 PayPal 賬戶。有問題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這裡提到的所有的相關的一些工具鏈接我都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
那麼前面也有給大家分享過哈，非美国居民哈開通銀行賬戶的5種方法哈，這兒有興趣的夥伴也可以去看一下啊。今天呢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了啊，我們下期視頻再見。